水彩层次晕染实际上它也有几种，分成几种操作，我给大家稍作演示。然后基本上来说，层次晕染除了水彩单独可以操作以外，也可以搭配我们的色胶以及其他款式胶去进行操作。首先第一个来看啊，我们在这时我涂了一层透白色打了底，然后涂了一层磨砂封层后的甲面，先擦一下。在磨砂封层后，我们去操作。首先咱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，比如说咱们就选一个，我调一个透粉色吧，粉色系，好吧？这是一个裸色啊，来给它稍微调一下。好了，来调出一个偏粉调一点点的颜色，稍微让它带点小紫头。好了，来调好颜色之后，我们先用这个水彩第一层，再去铺色，在甲面上去铺色，先点一下看看，如果你看刷出来的颜色特别浅，那说明这个颜色浓度不够，或者就是水量太多，那么我们需要在旁边不要全部加进去，就在旁边再点一点点颜色，再加进去一些其他的颜色，给它调一下色啊。就这个吧，来，先就在旁边吸出我们想要的颜色来。甲面呢，我们随机，比如说要做晕染2点定位，那我就先在左上角我先去铺一个色块，在左上角先铺一个色块，铺好之后右下角我再铺一下。这个呢我们是用纯水彩去做层次晕染的一种，就是把这两层水彩咱都放上去。把这2层水彩都放上去，放好之后，我们这个边缘是不是有点太生硬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笔上多余的水分吸掉，然后在边缘给它进行揉边操作，给它进行揉边，把颜色边缘给它带开，或者多余的颜色给它吸掉多余的颜色。这个地方太圆，好，我们也给它稍微调开一点点。但如果说你感觉笔上颜色确实有点太重了，那这个时候咱应该怎么样？去把笔去涮一下笔，把笔弄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用带点清水一点点的笔去进行揉边。那么第一层，你看我们的晕染颜色打底完成，对吧？用一个水彩去打一个底色，是不是可以的？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不用借助任何的色胶，我想去做一个层次晕染，该怎么做呢？那中间咱就是不是应该涂一层啥？先用底胶隔离一下，防止这一层容易掉然后呢，我们再去涂一层磨砂封层，叠加第二个颜色。然后第一层的颜色我们大致涂好，大家这个色块随机把它晾干之后上底胶，再上磨砂封层是最好的。但如果你们可以直接上磨砂吗？也可以，打板的时候可以。做顾客的话，以防万一容易掉最好是底胶薄涂之后再薄涂这个磨砂封层，叠加第2层颜色，里面有水分没有干最好是等它完全干透我们再操作。我擦一下。第2层磨砂上去，第1层呢，我做的可能稍微乱一点，你们就不需要去点的太碎，点碎了就容易乱。然后就是我就想要这种效果，你们如果说想要干干净净的就直接把它给揉开边缘，干干净净的做颜色就可以了。来，先照灯，我照灯30秒。那这一种呢是在这个纯水彩层次晕染，刚刚用的是纯水彩的层次叠加，但是你要说它纯水彩，它不是那么纯，为啥？因为我底下用的那个透白色打了一层底色，然后才上的，也是在剪好胶之后，因为透明的甲片上再操作咱们的这个水彩的话，是不是就容易不显色，对吧？容易不显色，所以说我用一层透白色打了一个底这里要注意啥呢？就是用这个磨砂封层隔离。要用磨砂封层隔离，叠加第2层，这样它的层次不容易被破坏。就比如说第1层是这样的，那第2层咱们用什么颜色呢？我直接用一个纯白色，干了这个让我摔了，所以说它都摔开了。然后但是该用，弄点水该用。好，我把这个白色浓度调的稍微大一点，但是这个颜料不能太干来，这个时候在第2层上面，我们去增加一下这种白色纹路，在透明的地方，就像跟我们甲油胶一样，我在透明的地方去加上我们的白色色块，对吧？白色在哪里有，想让哪里有，咱们就往哪边去加。如果刷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这种特别的碎响一定只有一个原因，这个颜料跟水的比例不对。你看有一层磨砂封层，一旦说我们画错了，我们再擦掉之后，它是不受影响的。但如果没有磨砂封层隔离，这么一擦，第1层的粉色也就被擦掉了。我再稍微加点水太干了，水彩没有水是不行的。来吸一下水，水量不要太大。这个时候第2层，第1层咱们觉得哪里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太乱了我们可以给它稍微调整一下。要觉得没问题，那就保留；没有问题的话就保留。有胶所以说它甲面会出现小泡泡，因为甲面刚刚咱们擦掉浮胶擦的嘛，里面有胶，所以说它有了一些小泡泡。水量太少就容易有刷痕，要不然就再少一点，要不然就适当多一点点。来，我们
你看第二层纹路叠加上去，那么我们现在又可以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又可以给它做一个揉边操作？哪里觉得颜色深浅的啊？吸掉多余的水分，我们先把这个水分吸掉之后揉边。如果你看这个笔上颜色确实太多了，影响了我们最终的效果，那就涮一下笔，然后再吸水分，再把边缘给它揉开。其实水彩怎么做都对啊，都是好看的。不要觉得水彩好难呀，它可简单了。只要你们控好笔，知道这个手法，我要往哪儿管，那咱们就没有问题。这边有油啊，不要擦掉。其实刚刚那样不动它也不丑，是不是？一定保证甲面没有油啊，有油的话做出来的那个边缘就不漂亮。这边稍微给它盖这边一下，可以配合我们做水彩大理石纹的那种效果来给它晕开边缘，叠加一下颜色。颜色不够，少来点。好了，那这一层的这个，你看纯水彩的一个层次晕染是不是就有了？那中间我想要有的地方有那种白色丝丝线线的效果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拿咱们的这个水彩笔去做一些丝状的线条加进去，零零散散的，或者说做大理石纹，给它带开，交接处啊都是两种颜色最深的地方。好了，这一层做好之后，这种白色相对来说这一层还比较浅，还没有那么重。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一层之上再去叠加一层，这个白色。哎，好了，来，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如果加一些不灵不灵的小色调，是不是会好看的多？咱试一下啊。除了不灵不灵的小色调，咱不就说纯水彩，咱也不用色胶，来纯水彩，我用啥呢？我用这一些比较亮晶晶的这些，来我加上去。这种带闪粉的水彩，它是很不好被取色的，所以说大家需要重复多次。你看有点亮晶晶的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水太多，稍微加上一些。同样，这个亮晶晶也可以进行揉边啊，刷白铅笔，然后揉边，把这个亮晶晶给它看看，那这样就省得我们再去涂胶了，对不对？一些折射光的效果，这就是纯水彩的一些层次叠加。然后我等它干透之后，记住先上底胶再上封层，先上底胶再封层，然后我就涂快啊，我就直接封层了。大家一定记得先底胶再封层，封层之后大家看一下效果，就是在这种水彩纹路上做晕染，是不是？你看它也挺漂亮吧？大家可以试一下，每个人做出来的感觉就每个人千人千样，不可能一模一样，永远做不到一模一样的，好吧？哎呀，这不也挺好看？搭配个款式做啥呀？你可能觉得这假如雕塑的还是什么做的，可能看不出来，实际上是水彩做出来的啊。好了，来照灯。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第二种，就如果配合假油胶的话，我们如何去操作？甲面呢，一个透明的甲片，该涂底胶涂底胶，涂好底胶之后，咱先去做颜色的局部晕染，先去做颜色的晕染。比如说拿一个紫色吧，紫色调来，甲面所以晕染，用干晕的手法给它把颜色铺开。把颜色边缘给它过渡自然啊，喜欢有纹路的就做纹路，不喜欢有纹路的就给它把颜色边缘都给它带开。我就涂快，直接叠加两种颜色了。你们可以分成这个两步，第一层，比如说我叠加这一层这个颜色，照完灯再叠加第二个颜色，我直接在一层上面就去操作，快速做，好吧？紫色我再稍加点就这个吧，随便拿了一个，有点溢胶了啊。中间叠出来，斜向往下晕，是两种颜色，假油胶打底，我们加进去了。一个偏冷调，一个偏暖调，这两个颜色配色大家多小心一点哦。冷暖调。照灯，来照灯。照灯之后，中间可以叠加一些亮片胶啊、闪片、铂金粉、铂金胶等等的都是可以的。根据颜色，比如说你的假油胶色调偏这个暖色系，就用黄色的；偏冷色系就用白色的。这是纯水彩做出来的一个。简单照灯，来铺一层亮片胶。底下不灵不灵一点，
近的大亮片，不要太多，略微散开，略微散开。好了，来再照灯，照灯之后，我们再叠加第二层颜色。这个就要配合咱们做一些那个日常的一些晕染款式了，日常晕染了啊，不能就是说只是我会铺上2层胶就得了，咱平常做晕染该怎么做，这里还该怎么做怎么做。稍微一点，别把那个最亮的地方给它盖住，周围咱给它带开，就可以盖一部分，但是不要全被遮挡住，你还需要再叠加第3层颜色。先去照个灯。最常用的，来，同学们看好了，一般层次晕染在底色或者亮片这些东西都打好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这个最常用的步骤，就是用透白色去做晕染的叠加。我把这个稍微再叠加一下啊，有点不够深。先把这个照一下灯，是用透白色去进行颜色的叠加，一般配合的是白色的晕染液、水染液、水彩，白色的水彩，透白色。这个时候，因为甲面有亮片不平整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在甲面上薄涂一层加固胶啊，用加固胶找平一下，然后上一层白色的晕染，用这个透白色打底做底，然后上面呢我们会用这个叫什么咱们的白色水彩去做纹路的叠加。这个颜色以及位置什么的大家随便画啊，只是给大家走一遍，你们知道流程，剩下的款式随便做。好了，这个时候不要照灯，选透白色。比如说这边是亮片，我想在哪个地方，在就这个地方吧，有这个透白色的晕染，那咱就把这个颜色在加固胶上面去做湿晕，在这上面去做湿晕，把边缘给它揉开，盖住一部分底色，也可以适当保留这个白色区域，就看大家想要的效果是什么样的。揉开，揉开。你看，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底下的这个亮晶晶的地方不要全给遮盖住，盖住一部分，然后有的地方一定保留它本身的那个透色区域。哎，这样做出来，它里面就跟凹进去了一样，看到就跟凹进去了一样，就比较好看啊。然后如果想要纹理感强的话，就快做快照灯；想要把这个颜色带开的话，哎，我想要铺开一点，那就前做完，做完之后。那个稍微等待一会儿，让颜色自然晕开一部分。那如果说不想要这种晕开的效果，那就做完抓紧去照灯。下面没有明显的凹凸不平，照灯。好了，那基本上打底部分我们完成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配合咱们的水彩叠加了？水彩可以叠加1层，也可以叠加2层，但是层次晕染1层1层的，基本上水彩的运用就是在这儿。比如把底部的这些纹路都做好之后，上面再去做叠加。刚刚涂的是加固胶啊，所以我多照一会儿灯，不然上磨砂封层表面会发油亮，会发亮。然后上一层磨砂封层咱们用来做水彩，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胶，准备水彩，准备去把我们的这个白色调出来。2层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底下黄色有淡淡的，并没有那么重。好了，上一层磨砂封层。检查有没有漏涂的，如果没有问题，看这个透白色它在底下的感觉啊，它是这种的，是已经浮起来了，一层一层层次晕染是已经做好了。但是我们记住水彩的这种做法，调一个白色啊。调一个白色，浓度稍微强一点，因为太浅的话盖不住底下那个乳白色的颜色，所以说我们的浓度要高，要把底下的乳白色位置给盖住。
一会儿拿出来之后，会发现甲面的显色度会变浅，磨砂封层之前都会比较没那么好显色。来看看，我就照到前照几秒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白色往哪边去做？一个是自己喜欢，另外一个可以卡着这个乳白色的边缘部分，比如说这个位置我想让它重一点啊，这个位置重一点，那咱就直接把颜色深色点到这儿，然后下面呢随机啊去顺着第一层的纹路再去做前做一层，你看是不是叠加在上面，它又有另外一种质感，再把铺过来。铺过来，然后上面这里也有，那么我们从这个位置细的过去，然后把这个位置颜料铺开，不需要非常的平整啊，因为有深有浅它才自然。这里再叠加一层，就是在第一层因为已经干了嘛，所以我在上面再稍微叠加一下下，是不是也无妨？这里啊，还有4瓣，那再带点，那2层上去，那有的地方不好看，把笔吸干净，没有过多的水分的时候，来进行揉边操作，让它出现有深有浅的层次感。它只是作为一个那个颜色的搭配，不能说你靠白色全部去吸引眼球，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看它怎么去操作。那真正想靠白色吸引眼球的话，可能这个纹路大家就一定要好好去操作一下了。来，这一层做完，你看是不是出现的效果又不一样了？那在这一层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在水彩上就借助这个磨砂封层，我适当的再去加一点不灵不灵的，让表面再亮一点点。那么在水彩上面也可以继续叠加一些小细闪粉，这个闪粉有点偏暗一点点啊，没有那么重。点上点，这个位置适当来一丢丢，可有可无啊，可有可无，不要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我做，你们跟着做，结果做完还没有之前好看，那就有点就画蛇添足，好吧？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亮片的区域再加重一下，容易散，零零散散，点一点。这个时候来前照灯，前照一下灯，照完灯之后干啥？涂底胶。然后封层，对不对？涂底胶封层就可以了，这个款式就完成了啊。层次晕染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把这个基础的手法练好之后，什么都随便做，你们都就会了。你们再去看到任何一个美甲师发出来的作品，根本难不住你们。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说连基础手法都掌握不好，看这些款式都会有稍微一点难度。我直接上封层了啊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一定记得你们先上底胶再封层。底色越深，想要通透感，就是它的那种立体感越强的，一定把底色做深一点。那么，因为如果底色你像我一样做的比较浅，款式多数会浅色会多，就是干干净净的少女系列的啊，就这种风格，对吧？小晕染。但如果说是想要它的通透感更强的话，底色一定要加深一点点，然后对比强烈，比如说黑白，它就叫做对比色，对比越强烈，它的那种层次感会越重。来看，就是这就是我们借助水彩去做层次晕染，然后底下这样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了，好吗？试一下啊，两种纯水彩去做层次和这个加上配合甲醯胶、亮片胶等等，以及一些饰品去做层次都是可以的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照灯，照完灯大家去实操。